不是被逼停，是我自己要停。赵丽颖用8个月空白期打破娱乐圈惯性思维，当生活半径缩到只剩片场，连儿子口中的小卡都听不懂时，这位收视女王主动按下暂停键。从带伤拍戏的碎瓷器到骑车晒太阳的上海妈妈，她证明真正的底气不是奖杯，而是敢把镜头对准生活本身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被传复婚、带娃、退圈、二胎，全网跟着瞎猜了8个月，结果赵丽颖自己出来一句话就给全否了，不是被迫，是她主动按了暂停键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本身就挺有劲儿，比那些八卦好看多了。说实话，赵丽颖消失那阵儿，圈里圈外都挺炸的。2025年5月拍完《小城大事》，她就跟按了隐身键似的，不进组，不走红毯，社交平台一片安静。她这种工作密度，要是半年没动静，营销号能给你脑补出一部家庭伦理剧。而网友也乐此不疲，复婚流、二胎流、退圈流，各派在评论区老对立了。结果呢？2026年她出现在 L 封面上，状态倍儿松弛，轻轻一句，不是被逼停，是我自己要停。就这30多个字，直接把前面那一大堆剧情给收了尾。我就纳闷了，大家看了这么多年娱乐圈，怎么还是习惯性觉得女明星的选择都得围着男人和家庭打转呢？她说让自己下决心停下来的是俩特别小的小事，一个是家门口常去的火锅店突然倒闭，她才发现自己忙到连身边的生活都没看见，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冷清的，什么时候扛不住的，她一无所知。一个是儿子在那儿兴致勃勃说自己在集小卡，她愣住了，连小卡这个词都没听懂。我听到这儿有点刺耳，这不就是很多打工人现在的日常吗？你想啊，一个人忙到连自己生活半径里最熟的店都默默关了门，都没发现，忙到连自己孩子世界里的流行词都不认识，说到底就是被工作彻底推着跑。他那句生活不会一直等我，说的特实在，听着有点心酸。时间不会给你留个空位，等你忙完再来坐回家门口的小板凳，生活这东西真不惯着人。而他这8年的工作状态，用机器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常年非高强度步行，全年无休，带伤拍戏，剧组里过年，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，听着像励志鸡汤，对他来说就是活生生的日常。2013年拍《宫锁沉香》，那次坠马现在都还在资料里留着痕迹，薇娅没拉住，他直接被甩水泥地上，错过最佳治疗期，脊骨留下一个永久性凸起的包，后遗症跟了他10多年。膝盖积液，手指伸不直，哪儿都有伤，整个人像被摔碎又粘起来的瓷器，外面看着还挺光鲜，里面满是裂纹。我就老想起一句话，叫女明星的钱不好赚。有些人总爱说他们拿得多嘛，动不动就几百万片酬。我想说，您真去剧组待2天，你就知道那几百万换的是啥了。而就是靠这副身子，她硬生生把自己从被导演骂不会演戏的小透明，扛成了电视剧收视女王。飞天、金鹰全拿了，离大满贯就差一个白玉兰。有些人就爱较真，差一个怎么能停？赶紧冲啊！但你看他的选择，人家偏不按你那套主流成功学的路线来。他在顶峰上停机，这事儿本身就特不内卷。从我要赢切换成我要活，这不是空喊口号，他是拿8个月的空白期去验证。你说巧不巧，反而让一堆人开始思考，原来停下来也可以是一个职业选择，而不是被淘汰才被迫躺平。停工之后，他整个人就开始往普通上海妈妈方向狂奔。天气好就骑车在小区和街心花园晃悠，晒太阳，看小孩在公园追逐打闹，有时候一天都不想出门，就待在家里。
他说世界一下子缩成了家的大小，时间也变慢。我开始挺替他高兴，人啊，活到一定阶段，能把生活的镜头拉近，其实挺不容易。儿子想要一个地球仪，他给孩子下单的时候，顺手给自己也买了一个，理由特简单，因为我也挺想学的。这句我挺喜欢，说白了就是承认自己以前没空，也没心思去好好认这个世界，现在重新捡起来，他不装懂。很多成年人不就缺这种坦诚吗？他还翻出自己手机里从2016年存到现在的上万张照片，准备做成一本书，一张一张给儿子讲妈妈小时候是什么样子。这个画面特生活流。你看啊，那些奖杯证书啥的，他没说给儿子看，反而是照片，日常生活的碎片。这女人清楚得很，孩子真正会记住的是那个在客厅里翻老照片跟他聊天的妈妈。说到冯绍峰，话说回来，这段婚姻很多人爱用各种阴谋论去解释，我觉得嘛，其实就是诡计错位。一个是从泥地里往上爬的北方姑娘，所有安全感都系在事业上；一个是优渥环境长大的上海男人，骨子里追求的是3餐4季的稳定。这俩人一开始互相吸引很正常，走着走着就发现系统不太兼容。冯绍峰曾在节目里讲过，自己拍戏不顺回家大哭，他就坐那儿看着，没太多安慰的台词，等他哭完就说了一句：“你看一眼孩子吧。”我听这段的时候有点串戏，这不就是他那套生活不会等你的延伸吗？情绪归情绪，生活还在那儿，你的看一眼。当时很多人说他不够温柔，我反而觉得挺真实。他不是那种会围着你情绪转圈的人，而就是这个女人，最初让陈晓、冯绍峰都被她的强吸引。能扛事儿，能打拼，事业心拉满，对很多男人来说都是很有魅力的点。问题是，等真的进入婚姻，他们又都希望他弱下来，能把事业降档，变成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。我就真是醉了，你们不就是看上这股劲才追的吗？转头又嫌人家价儿太大，没有一个拿命拼了20年的女人会心甘情愿把自己所有战果拿出来换一张所谓的安稳支票。说到底，对她来说，安稳不是男人给的，是她自己工作和人生存量堆出来的。一旦她觉得这个底子够了，她要的是选择权，而不是继续刷贤妻副本。现在2个人成了养娃合伙人，我挺认可这个说法，没撕扯，没兑现，没隔空互怼，合作完成育儿。这在娱乐圈算是特清醒的一种拆伙方式。圈内有知情人士跟我说过，他们在孩子的问题上确实有共识，不拿孩子去博眼球，不借舆论绑架对方，这点其实挺难得的。赵丽颖整个职业线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反向叙事。早年被导演骂不会演戏，表情像僵住，交不起房租啃馒头，被遗忘在片场过夜，有些就采访在央视、人民网的稿子里都能翻到他讲这些经历。他就是从那种谁都看不上，说话都没人听的小演员，一点点靠作品往上爬，最后爬到天花板那格。你看他后来拿的奖，收视数据、商务代言，按很多人的逻辑，他下一步应该是继续冲，继续拿，继续跑，把白玉兰也拿到手，再来一波大满贯女王的营销。但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偏在这个节点刹车。我觉得挺酷，你很少在内娱看到有人愿意主动走下坡路，而不是被现实逼着走。说到底，只有还缺什么的人才会着急去够，什么都攒得差不多的人才敢停下来。他现在的底气不在于简历上那一排奖杯，而在于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从泥里站出来了，不用再不停奔跑去证明还能站着。这话搁很多刚毕业的小朋友身上可能听着好为啥，但到了中年真是醍醐灌顶。
隐退那段时间也挺有意思，媒体和网友狂问他朋友近况，好友王一瑶只说了一句他很好，在好好生活，全程不提赵丽颖这个名字。有圈内人跟我说，这是他们刻意的，朋友们替他筑了一圈不提名字的墙，不回应，不蹭流量，不消费他的消失，这是圈内友情最高级的保护方式。你看啊，现在多少人，朋友一有风吹草动，恨不得马上发个长文澄清，顺便给自己的号涨波粉，顺手把对方消费一遍。他这帮朋友反而反着来，装糊涂，装不知道，宁可不借他热点。我就挺佩服，这是真把人当朋友，而不是当热点资源。而关于那段被赚复婚、带娃的绯闻，其实很多内容跟现实全对不上。有些所谓同小区业主爆料机长目击同机之类的段子，我去翻了下，正规媒体根本没人跟进，大多停留在八卦号层面。冯绍峰当年说两个人现在关系是像家人一样一起把孩子养好，这个说法从现在看回去没撒谎。他们在孩子这块保持合作，生活又各自归位，这种状态既不狗血也不甜宠。普通人也一样，你离婚之后，大多数情况不就是变成合伙养娃，该上的抚养费上，该见面的节日见面，没那么多电视剧那种非爱即恨的极端戏码。我觉得吧，赵丽颖这一趟从高档机器到小区骑车妈妈，说不上是励志故事的下篇，更像是一个人活到中途的清醒调整。她不再需要用每一部戏、每一个奖去向谁证明自己配得上什么，相反，她开始把注意力往那些以前从没认真看过的小东西身上挪。倒闭的火锅店，儿子的小卡，地球仪，手机里存了10年的照片。这种关注点的变化，说难听点，挺不成功学。但我个人挺吃这一套，人到中年还能主动改写自己的剧本，不让原来的奋斗逻辑继续拖着你往前冲，这本身就挺有勇气。娱乐圈里敢这么玩的人不多，大部分还绑在流量曲线上起落。话说回来，咱普通人看他的故事，别只盯着女明星隐退大满贯差一个，也可以问问自己，你是不是也忙到连家门口的那家熟悉的小店什么时候关了都不知道？是不是也忙到孩子突然说的一个词，你愣半天，跟上不了节奏？不是让大家都辞职回家骑车晒太阳啊，就是提醒你，别把自己活成只会往前冲的机器，偶尔停一停，看看身边那点胡同口的小日子，挺要紧的呗。